係各位網友嗱，呢件事呢就係發生咗幾日㗎啦。咁就係我係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件事嘅來龍去脈嚇。咁琴日呢就爆出鑊大鑊嘢出嚟，就係嗰個南京博物館啊，嗰個館長啊，俾人實名舉報，話呢個好嚴重，係一個退休嘅員工。我睇過佢條片，舉自己個名、身份證出嚟，指控南京院長。呢個涉及呢，喂，有幾幅畫人哋捐咗去俾呢個南京博物館嘅，結果拎出嚟拍賣喎，標價係8000幾萬。呢幅畫叫《江南春》。嗱，呢個好有趣嘅嘢，我希望大家聽我講完嚇。緊扭蛋啦，咁你就係買200蚊嘢咧就可以嚟扭噶啦。如果你買700-800蚊嘢，咁你最好拆3張單啦。你睇下。呢個淨係 MNN 啊，有20% 機會中，即係咧5個有一個中一盒。最名貴嘅嘢都有啦，有 Q10 啦，有臘腸啦，蜂膠牙膏啦，呢一個係全個都有獎，扭親都有獎。南京博物館嘅驚天大案，個員工實名舉報前院長同江南春事件，呢個係呢個人叫徐湖平，呢個人，呢個已經係退咗休嘅館長，叫做徐湖平。好啦，成件事嘅起頭呢，就係呢一幅畫係仇英畫嘅《江南春》。咁呢幅畫呢，就係喺1950幾年嗰陣時咧，龐氏家族呢，就捐咗137幅畫，後來再加4幅嘅，捐咗俾南京博物館。因為嗰陣時咧，你知啦，即係解放之後咧，你有呢啲嘢咧就好危險啊。咁咧佢就係動員你捐，咁咧佢就捐咗130幾幅畫，入邊咧就有呢幅《江南春》。下邊咧好多名家提拔，即係提咗字喺度嘅，呢個係。呢幅就叫《江南春》。咁佢哋捐咗之後呢，竟然咧喺最近呢，見到咧喺北京佳德拍賣館度咧拎出嚟賣喎，標價8800萬。好啦，嗱我先講咗琴日發生件事先。個前員工舉報呢個徐湖平係點呢？退休職工郭禮典實名舉報前院長胡麗萍。係咁嘅，當日咧呢個北京打仗啊，呢個係咁咧就將北京嘅故宮博物館最重要嘅嘢擺咗落去呢一個係搬咗落去南京。後來咧就因為南京淪陷，就一路咧就西行去咗呢一個雲南貴州嘅。到咗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咧，就運翻去南京。咁後來啦。就國共內戰啦，咁咧國民黨咧就拎咗大部分就係拎咗落嚟台灣，就變咗台北嘅故宮博物館。咁啊，剩翻2000幾箱嘢喺上邊。佢話嗰2000幾箱嘢，佢指控徐湖平撕開封條開庫，將真嘢當係假嘅賣出嚟。呢個好嚴重，呢啲係國寶嚟㗎。點解出呢單嘢呢？就因為明代仇英嘅《江南春》喺拍賣預展，估值8800萬。當日呢，原來呢有人話將呢幅畫呢，話佢係假嘅，用6800蚊賣咗出去。而家呢8800萬。兩件案啊，喺個性質上係有驚人嘅重疊嘅。嗱，首先第一，我講實名舉報。實名舉報唔等於事實成立但係呢，當局冇迅速否認，要成立工作組去調查，多數咧係有事嘅。嗰個徐湖平屋企咧係擺滿晒古董嘅呢個擺滿晒古董啊！佢舉報佢乜嘢呢？指控人退休職工郭禮典，對象前院長徐湖平。嗱，嗰啲國家嘅文物嗰2000幾箱呢，係唔喐得嘅，要經過國家文物局批准先至可以開嘅，因為你好容易偷咗。佢擅自撕毀抗戰時期嘅封條，
開啟南京朝天宮庫藏，涉及2211箱，10萬幾件故宮南遷文物。佢將嗰啲真文物判斷為應品，然後拎去海外賣，涉及官窯器物、孤品書畫等珍貴藏品，利用鑑定權力進行國有資產轉移。佢嘅手法咧就話係假嘅，然後咧就係賣俾嗰個文物南京出售嗰啲文物商店，然後咧就係揾人去買翻轉頭，其實就係咁。點解指控衝擊巨大呢？呢個係因為指控係講晒時間、地點、規模，講邊啲嘢你可以查個封存檔案、開庫嘅權限文件、出入庫嘅記錄呢一個係可以查嘅，呢單嘢係可以查嘅。好啦，嗱呢個就係有人指控佢偷，大膽喎！喂，偷嗰個210箱嘢咧，係故宮嘅國寶嚟嘅，佢擅自打開偷入邊啲嘢。好啦，講呢幅畫啦，《江南春》啊，明代仇英題名嘅《江南春》圖卷，現身北京拍賣預展，皆得8800萬。呢個姓龐嘅，而家剩翻一個女呢一個都好老噶啦，都70幾歲，佢就立即去報警，因為呢幅畫咧，我哋捐咗俾南京博物館嘅。咁成件事咧就爆起上嚟啦，呢個就係其實咁嘅。1959年嗰時咧，龐家捐咗137件嘢，呢一個咧就係印住咧虛齋舊藏，虛齋咧就係佢哋嘅曾祖父，當時嘅曾祖父。咁而家根據咁點解呢幅嘢會出咗嚟呢？咁根據南京博物館就話，1961年有3個專家去南京博物館，話呢幅畫咧係假嘅。1964年佢又評定一次，咁於是咧就到咗1997年咧，佢就上去文物保護局，話呢啲畫咧唔夠標準，交俾文物總店處理。1997年5月，江南春撥交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賣咗，用6800蚊賣咗，清單列明仿品。核心疑點其中一個，根據嗰啲熟行嘅人話咧，你買賣呢啲咁嘅嘢咧，去文物總店咧，一定要實名嘅，方便追究有咩事。竟然嘅銷售單上邊咧寫咗顧客2個字，佢除非嗰個嘢姓顧名客嘅啫，如果唔係咧就一定唔啱嘅，即係等你冇得追查啦。呢幅畫而家拍賣幅畫係唔係就係嗰幅畫咧？咁龐家嘅後人咧話係嘅，因為咧有12個龐來神嘅印喺度，冇可能唔係嗰幅畫。咁跟住咧就問嗰個拎畫出嚟賣嗰度有，佢話咧係1990年代咧就同龐家嘅後人一個女人買嘅，咁呢個係冇可能，因為呢幅畫咧已捐咗出嚟。咁係唔係？佢話咧當時用10幾萬買嘅，1990幾年嗰陣時，咁當然呢幅畫都已經一早就捐咗啦，呢幅畫冇可能龐家賣俾佢嘅。好啦。成件事係點咧？咁樣背景呢啲係話呢個人捐人嗰個人咧叫龐來神，佢個孫龐曾和捐俾南京博物館。咁佢咧就係呢一個新華社出嚟為南京博物館辯護啊！佢話呢2幅畫咧，呢幅畫呢幾幅畫咧證明係假噶啦，咁咪處理咯。而且亦都有向上級申請嘅，呢一個係咁。但係咧嗰個捐出嚟嘅人咧就已經捐咗啦，佢就冇義務，佢冇義務咧就將幅畫退翻俾佢嘅。我講俾大家聽，呢個就係有人捐一批畫俾你，
佢就寫明咧呢批畫係價值連城嘅。你咧就係佢係將佢嘅家族聲明同個收藏嘅名譽擺上去。如果你發現係假嘅話咧，你係咪立即要通知佢？點解咧？冇人負得呢個責任。我話我捐咗幅呢個達文西俾你，哦，原來30年後你忽然間話我話嗰個達文西嗰幅畫咧係假嘅，我賣咗啦，5萬蚊，咁得唔得？唔得㗎，因為咧你如果發現假嘅咧，就即係我個捐贈唔成立，我個捐贈係假嘅，你就要通知我，大家一齊揾專家嚟到鑑定，攞唔攞翻係第二件事，但係就唔可以唔通知捐贈人，就拎去賣咗佢嘅。本中暗中將佢作為廢品處置，係對捐贈關係同家族名譽嘅否定。俾唔俾翻佢一件事，但係唔通知佢，旁家唔知情嘅情況咁話咧，係完全唔合理嘅。呢個係捐贈者以為係國寶，結果被賣咗，你又冇公開喎呢件事咧，你要公開，請好多專家嚟公開辯論。如果唔係咧，你係水洗都唔清嘅喎，係咪啊？嗱，旁家就話我捐咗呢啲嘢俾你，結果咧人哋有啲譬如話有啲書畫專家可以嚟南京博物館要求攞嚟睇嘅喎，哦原來冇嘅，咁你點樣交代啊？你冇一個程序話呢幅畫係假嘅，然後攞翻出嚟咧，你係完全錯嘅。嗱，首先我要解釋呢個仇英嘅畫咧，已經係得50幾幅嘅啫，全世界真跡咧係好罕有嘅嘢嚟嘅，呢個係一幅咁重要嘅畫咧，唔係可以俾你咁樣處理咗就算嘅，呢個就係好啦。旁家後人反覆強調，你要明白江南春，先要明白龐來臣呢個人，龐元制號虛齋喺近代鑑識圈嘅地位。呢個姓龐嘅咧就係湖州啊四隻大笨象之一，即係4家最有錢嘅人。湖家咧就做嗰啲叫七里司嘅，湖州賺好多錢，所以咧佢係最有錢嘅人，拍住胡雪岩咁有錢嘅。佢咧就好叻收藏，佢嘅收藏咧係出晒名嘅，係唔濫好多，而且精而且真。佢係晚清民國最著名嘅收藏家，幾乎沒有之一。龐來臣佢啲畫咧，佢收藏嘅嘢咧，全部名家睇過，而佢吸引落去就證明呢幅畫，即係用佢嘅聲譽證明呢幅畫係真嘅。龐氏家族喺晚清係江南最有錢嘅家族之一，佢係做絲綢啲生意，係巨富嚟嘅。佢嘅收藏品唔係靠財力掃貨，而係同當時名士鑑賞家、書畫名家交往。經過好多人睇過100幅畫，佢揀唔到一幅出嚟啊！提拔印鑑形成咗個虛齋收藏體系。呢種體系嘅核心作品啊，呢個仇英呢幅畫係其中一個最名貴嘅作品。你話係咪假呢？就算係假，都係假得好好嘅，而假得好好呢，已經係好值錢㗎，冇可能呢係一眼睇落就好假嗰種，係冇可能。江南春之所以一爆就變咗南京博物館，龐家質疑南京博物館，就因為咧南京博物館咧已經呃過龐家。嗱，首先咧就南京博物館咧喺介紹嗰啲展品嗰陣時咧，話龐家後來窮到賣畫，咁呢個龐家告佢，我都話捐俾你喎，呢個係。而1963年，南京博物館徵集人員以辦展覽，問龐真和借走2件重要產品。哦，呢件大鑊咯！元代吳鎮重全圖族，吳鎮係元代4大家，
同埋清初吳力仿古山水典冊，話借3個月歸還，一路冇歸還。咁跟住呢，就去到文革啦。去到文革呢，就係佢屋企俾人哋抄咗家，其他畫冇咗。過咗文革呢，佢又想問南京博物館攞翻幅畫，嗰2幅畫。南京博物館呢唔理佢，佢於是呢去告南京博物館。受文革等歷史因素影響，龐家原由佢係借嘅嗰啲證明文件散失，龐曾和夫婦去告佢。嗱，因為呢幅咧，呢個明四大家呢幅畫咧，係佢老豆畫落最重視嘅畫之一，係要留翻落嚟嘅，所以佢告佢。法院最終判決呢幅畫咧，係南京博物館向龐曾和徵求，當日咧係問佢買嘅，你問佢買啊，但係冇俾到錢喎，咁點咧？咁咧就判嗰個權力咧係南京博物館嘅，而賠54,000蚊俾佢。結果咧，龐家冇收到呢筆錢。對龐家而言啊，呢案有深層象徵，吳鎮係袁四家，喂，即係等於黃公望嘅富春山居圖。係元朝嗰陣時咧，就因為嗰啲讀書人咧好多唔做官，就開始正式文士畫集大成，其中就係袁四家。元代名家真跡傳世極少，呢個核心資產啊。而法院判決金額喺龐家敘事中遠低於作品實際價值。吳鎮嘅畫係無價之寶嘅，呢個係幾億以上嘅。因此長期累積一種心理結構，南博係不可信嘅，呢個係，尤其是江南春呢件事件，呢個就係。好啦，而家你話佢係偽作嚇，但首先我要同你講咧，偽作係可以好值錢喎。喺中國書畫無本同拓本價值連城，我講俾大家聽，呢個就係中國最出名嘅10幅古畫名畫，4幅係唔係真跡嚟嘅，但係都係作為價值連城嘅。呢個包括呢個《洛神傳》啦，呢個《女士簪圖》啦，冚唪都係後來嘅摹本嚟嘅。三希堂帖咧，2個係雙勾填角嘅，即係王羲之同嘅快雪時晴帖，同埋王獻之咧都唔係真嘅。所以咧，如果你係一個仿本啊，我就問你幾時仿嘅？邊個仿嘅？仿成點？啲題跋係點？根據咧南京博物館咧，上面嗰4個字係真嘅，佢話幅畫唔係真嘅啫。咁已經係呢一個明朝嘅人嘅字嚟喎。哦，你咁樣咪處理咗佢？你唔能夠話假偽作就將佢咧當做唔值錢嘅作品。一旦出館，公眾失去物證，你點樣證明呢幅畫係假？而且揾條友嚟買咗佢。第一次鑑定，你話佢係假嘅。1961年有3個專家鑑定，話係假嘅，但係做得好好。但係咧，你而家南京博物館講咗，喂，呢3個專家簽名嘅原件喺邊度？冇，只係佢哋寫出嚟話3個專家講嘅啫。能否出示鑑定依據？附件、影像或比對樣本，唔能夠據說。第2次鑑定係館內人員做嘅，而嗰個人呢，就係同時管賣呢啲文藝作品嘅呢啲藝術作品嗰個人，缺乏獨立性，風險鏈條。如果鑑定退藏、價撥、出售同一系統完成，有嚴重嘅利益衝突，呢個就係好啦。Bloomberg 新聞指出，顧客其實係寧波人朱光，幾千蚊買咗，而家佢咧就車大炮，佢話17萬喺龐氏家族嗰度買翻嚟嘅。邊個將作品送上拍場嘅？
只要買方唔透明，任何依法依規都係陷入自我否定呢件事。而家係要攞幅畫嚟同埋有嘅照片比較，呢幅畫係唔係就係嗰幅畫？咁呢，如果係嗰幅畫呢，你就要問一幅6000幾蚊賣出去嘅畫，而家點解賣8800萬？徐湖平案同江南春只有同一套風險。喂，嗰啲博物館啲人隻手遮天，少數結論就確定，然後咧就處理走一走流程，推撞價撥，就揾人去買咗翻嚟，然後咧偷偷賣出去，事發多年先至爆出。呢啲咁嘅嘢咧，你如果唔查清楚佢，交代清楚咧，公眾懷疑嘅唔係呢幅畫，係有幾多文物俾人哋偷咗嚇。如果只係個案澄清，唔做制度審計，冇辦法重建信任嚇。你要將所有受贈文物啊，所有啲文物啊，全部拎出嚟鑑定一次。喂，對北京預展嘅畫攞出嚟鑑定，係唔係就係當日龐家娟出嗰幅？攤開當日個鑑定書同推撞係點樣申請翻嚟嘅？查實顧客嘅身份同資金去向。如果唔係咧，呢個就塔西佗陷阱，一定係向最壞嘅方向諗。所有人都係就係你哋將呢啲咁值錢嘅嘢夾硬夾埋，話佢係假嘅，平價賣咗出去，然後咧你就賣咗俾人。聽講話17萬買入嚟嘅，6000蚊17萬，而家變咗8800萬。好啦，嗱，我哋有呢啲嘢嚇，韓國媽咪 and Daddy 嚇，呢一隻係兒童成長液體鐵同鋅嘅配方。點解細路哥面色白呢？因為冇鐵同鋅。呢個西班牙專利嘅微膠囊化技術係 Warren Buffett 投資嘅，吸收率比傳統鐵劑高達5倍，而且將鐵元素包咗，冇金屬味，唔會刺激腸胃嚇。呢個係好重要嘅，係草莓味嘅呢一隻嘢就係細路哥好中意，好過冇就容易啲食咯。第二，兒童成長維他命同礦物配方，呢個係7折119蚊。第三就係呢隻 Omega 3咧，就係唔係由魚油嗰度提出嚟嘅，係由呢個最食物鏈最底層嘅微藻提煉出嚟啊，因此對細佬哥咧係非常容易吸收嘅，提升兒童嘅 IQ 同 EQ， 植物提煉出嚟，大家多多幫襯。好啦，各位網友嚇，俏貓貓搜羅咗一首日式曲奇禮盒俾你哋，呢個係 New York Cheese， 係香港人去日本必買手信嘅，而家唔使去都買到啊！芝士濃郁8件裝128蚊，而 Sweet G 北海道名物經典朱古力夾心薄餅，再變身更多口味，有焦糖、北海道葡萄酒、榛果、濃郁牛奶同抹茶牛奶18件裝。198蚊，18件裝，30件裝338蚊。仲有呢啲冚唪唥名牌嚟，日本 Apple and Butter 蘋果奶油夾心餅，用日本蘋果做出嚟嘅，呢個係10個裝118，20個218。最後咧就有乳佐味煎餅，係日本山形縣嘅點心，係酥脆嘅黑糖煎餅，包住個小玩具，係包住個玩具喺入邊嘅。呢個賣俾細路仔實受歡迎啦！呢個就係10件裝228，20件裝398，全部直接由日本嚟嘅，大家多多支持下。